吃西瓜吗？啊，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来了，刚买的来的。马路对面，对，这里要拆。这里哦，这里也受影响，我以为波及不到嘞。就改范围里。哦，就算里面哦。在村里就好，这里租金不贵。这里不贵啊。对，我新店的话压力就大了。您在三元里住了多久？住啊。啊。从小住到大了。提到三元里，你会想到什么？鸦片战争、民族觉醒，还是抗英？你的联想不无道理。今天的三元里，与抗英有关的符号无处不在。小学门口有抗英主题的绘画，村里面的道路直接以抗英来命名。2005年的拆迁方案中，如何保留三元里抗英的历史元素也是重要命题。不过这部视频将褪去这些滤镜，把三元里看作一个普通的城中村。故事的开头先得来到三元古庙，咱们从这儿穿越回到村子的过去。好，展厅里面不能拍视频。没事儿，不能拍视频，但是人家说拍照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三元里古庙里面的沙盘。清代的三元里还位于广州城的北边，这片区域属于南海县，号称有96村，是一片中等富裕程度的美丽田园。据说城里面的富人会在夏天迁徙过来，精心构筑他们的乡村别墅，我估计这些人是为了避暑。而三元里村的4500亩农田，从白云山的西边一直延伸到现在越秀公园以北。咱们所在的三元古庙，它就非常重要了。这古庙始建于17世纪，不仅供奉着村子的守护神北帝，而且也是一座议事厅。在清代的时候，主导三元里村自治事务的是一个叫做五族会的机构，由李、冯、韦、王、胡5个姓氏宗族组成。五族会里面的乡绅们需要去处理一些跨越宗族结构的事情，其中尤其重要的或许是组织团练。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失去了贸易口岸的独占地位，贸易量萎缩，以前的物流系统能把全国的出口商品都调配到13行。如今呢，更多的需求出现在长江流域，于是许多华南的苦力阶层就加入了秘密会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州城外的乡村都面临着匪患，所以早在清代，三元里村就生长出了密集的建筑，出现了围墙，而且还有准军事化的组织。三元里村的武德至少延续到了1920几年。那时候呢，因为农田的归属问题所产生的积怨，三元里村和隔壁的瑶台村爆发了一场冲突。咱们现在看到这种故事啊，都觉得比较好笑，而且莫名其妙。不过在当时呢，农田的归属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发生冲突啊，实在是太正常了。后来随着商品经济到来，村民们早都已经从内卷状态的土地经济解构出来，矛盾也就随之化解了。曾经发生领土纷争的那块农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变成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现在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除了马路旁边的三元古庙，村子里起码还有2处地方让人感觉到沧海桑田。第一处就是牌楼，前面不是说三元里有围墙吗？这牌楼就相当于城门。南约北约牌楼重建于民国14年，到2025年三元里拆迁，刚好满100岁。牌楼的里面有很多神像，其中有一尊是泰山石敢当，大概类似于土地神。或许因为要搬走了，今天很多村民都来敬香，地上也摆满了贡品。这第2处让人感觉到沧海桑田的地方，是村子里的一栋老房子，它是村里面唯一的清代建筑，因为年久失修，以前只剩4面的墙壁了，这几年又给它修补好，这才重新焕发了青春。老房子就是这样，没人住它就荒废了，有人住修修补补就变成了新楼。
咱们现在到村子里面看看新楼、新街道。好，现在已经从牌坊进到了村子里面。三元里村的形状像个辣椒，咱们现在的位置比较靠近辣椒的尖部。今天人不算太多，村子马上要拆迁，所以很多人都提桶跑路了。那村里的路标，咱们现在在群英路，是村里的主干道之一。一家老字号餐厅，记住它的名字叫做新海城。这种小餐厅在广州市就显得平平无奇，但是开在城中村就特别棒，价格实惠，味道不差，而且也比较正式。大路的两边有这种黑暗小巷子，外面是白天，走到里面就像夜晚。注意，刚才不是有个新海城餐厅吗？现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海城餐厅。这家饭馆至少开了有20年，我估计每一位村民都来这儿吃过饭。饭馆对面是三元里中学，看起来很宽阔，不过它是被三元里城中村给包围起来的。继续往前走就出村了，咱们重新回到抗英大街。抗英大街是三元里的一条大动脉，从辣椒的尖部直通辣椒柄。这条路也是村里面最宽的街道，可以说宽的不像话，还能停车直接。广州其他城中村最宽的路大概也只有这个抗英大街一半的宽度。路两边有很多商铺，也有小巷子，来通往村子更深处的基里。三元里变成城中村的过程，基本发生在改革开放阶段。那个时期，市政买地越来越频繁，而三元里村能在以后繁荣起来，这和广州市60、70年代的交通建设密切相关。首先，广州市火车站扩建了，并且从大沙头迁到了流花，就在三元里的旁边。其次，白云机场转为民用，而且扩建了航站楼。注意啊，那个时候的白云机场就在白云山旁边。三元里就从一个郊区的农村变成了广州市连接其他城市的一个枢纽。三元里一下子就有了人气。现在眼前这些握手楼就成为了许多外省人进入广州的第一块跳板。广州市的铁路线那时候也发生了变化，它就像一条横穿过市区的河流，隔离了两侧的土地。三元里恰好被隔在核心区域之外，它的地价就比车站南边更便宜，这就让三元里的附近生长出了皮具、五金批发市场，而比较依赖便宜地租的超大型超市也瞄准了这块宝地。1996年，正大集团的万客隆超市在三元里开业了，这是中国内地的第一家会员制仓储超市，有点像现在的山姆会员店，当时就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万客隆超市早已经改名叫做卜蜂莲花，但是三元里的老钱们仍然叫它万客隆。那么三元里村它自己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还真有。首先，欢天喜地，村民们的集体资产升值了。比如这条抗英大街上有一些旅馆和铺位就是村民们的集体资产，这种情况在广州城中村还是比较普遍的。不过呢，当面对城市化的浪潮，三元里村比其他城中村表现得要更激进。别的村盖楼收租，三元里村不仅收租，还对外投资，还参与到运营和招商环节，而且和香港的商人有密切合作。
这就是80、90年代广州的风气，它是一个强社会性的城市，村建设了市。1980年，三元里村的第一家自营旅馆获得成功，随后，村子又经营了三元里大酒店、怡乐、聚龙等等一大堆旅馆。以怡乐酒店为例，当时的客房业务由三元里村自营，餐厅业务出售给香港商人，能和客房业务相互引流，而又特别考验经营水平的卡拉 OK 店，也同样外包经营，只赚租金。旅馆只是开胃菜，三元里的业务还包括了村子附近的一些批发市场，其中名气比较大的是兴发广场，号称全亚洲最强美妆日化批发市场。一直到2010几年，兴发市场都特别牛，像好迪、完美日记、阿道夫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是从兴发市场孵化出来的。优质物业为村民提供了分红收入和退休金。2001年，村子实施股份制改革，村民们以代持股的方式成为了所有集体资产的股东，从而能获得分红。而股种的类型就非常复杂了，一个人能有多少分红，不仅和村级、年龄有关，还与村民所归属的生产分队有关系。因为在以前生产队自负盈亏的那个年代，很多个生产分队都有自己的独资资产，这种物权关系得到了继承。每个生产队的资产质量不一样，分红意愿也不一样，这就让每个人所能获得的分红不一样。算下来，村民们的人均分红大概和广州市普通学历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收入是可比的，也不错啊。但是距离传说中的财富自由显然还非常遥远。想多挣点钱，那就得经营好自己的出租屋。三元里应该算发达城中村，因为很久以前就长满了握手楼，不需要继续 developing。很多房子在90几年、2000年左右就盖好了，而出租屋业务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有了。那时候许多初来乍到的外省人都选择在租金比较便宜的三元里落脚。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抖音，没有 B 站，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打工，就特别依赖同乡熟人关系。于是三元里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族群，大家各玩各的。根据一些公开资料，村民们是这么归纳的：松柏新村有1万多湖北洪湖人，主要从事印刷业；浙江的温州、平阳人喜欢住在南约，东约、北约，重庆人比较多；四川人住在西约，湖南人住在南约、西约。90年代的三元里就很像奇幻小说里面的中世纪城邦，混乱而繁荣。作为城市的褶皱，城中村状态的三元里既能包容需求，也会藏污纳垢。三元里出现了低宗大麻案，其他形态的灰色经济也出现了。等，握手楼、灰色经济距离机场很近，是不是很像香港那个已故的赛博图腾九龙城寨？有一位在1985年去过九龙城寨的日本探险家，他就在2001年慕名探索了生猛而繁荣的三元里。他见到了风水店，见到了摆满各国进口大米的粮油店，当然也见到了形迹可疑的理发店，还有掠过头顶的飞机。九龙城寨式的繁荣很短暂，随着治安环境的改善，以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腾飞，三元里就渐渐变成了咱们现在熟悉的样子。到了2010年，三元里村的改造方案得到批复。2025年7月，村子好像真的要开拆了。现在沿着康营大街，咱们走到了辣椒饼的位置，能看到很多店铺都已经收档关门了。下一个环节，咱们去探索三元里村的更深处。有一条路和康营大街是平行的，叫做三元里大街，它比康营大街更原始，更有城中村的味道，咱们去看一看。三元里村的小朋友挺多的，还有专门卖婴儿奶粉的店铺，这在其他城中村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三元里村的房租大概是车陂村的1/3到1/2。看到这块牌子，我就想到一个人，他叫做 Monica， 是三元里村一个便利店的收银员。Monica 在三元里村已经生活了10几20年，是个比较松弛的人，非常习惯城中村的生活。根据他的说法，三元里村基本都是中介带着人看房，最便宜的房子月租金只要500块，但是条件就比较差，白天也得开灯。所以我觉得三元里村的房东也像 Monica 一样松弛，不怎么下功夫搞装修。到了啊，这条路就是三元里大街，商家必争之地。80、90年代，这片区域的重庆人还比较多，现在似乎被潮汕人占领了。你看，全都是潮汕的小饭馆。璧山李公祠，李氏是三元里最大的姓氏，有6座李氏宗祠被荒废或者毁掉了，不过现在仍然有11座宗祠被保存下来。璧山祠曾经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办公室，现在又重新变回了祠堂。咱们到旁边更小的巷子里面看一看，这种小路无处不在，是三元里村的毛细血管。乍一看仿佛不能走人，实际上它可以通往很便宜的公寓。有一说一啊，我觉得三元里的卫生环境挺一般，路太窄了，垃圾桶只能分散在巷子里面。但村子内部的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公寓的布局很像棋盘。比如这条路，如果一直继续往前走，就可以到达抗英大街。而在其他城中村，就会有特别多的死胡同，一不留神就迷路了，不像三元里这么四通八达。这是三元里村常见的公寓，盖在黑暗的小巷子，看起来很不安全，实际上没什么危险。有个别房间能晒到阳光，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好，现在从小巷子又重新回到三元里大街，继续往前走啊。这个小店飘出来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我有点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今天准备要去吃另外一家店，四川正宗麻辣烫，这就对了。这个位置以前住着许多重庆人，说不定这家麻辣烫还是老字号呢。对，200斤，还差一点点，差1块钱是吧？这里有好几家店在回收旧家电，地上摆满了冰箱、空调、洗衣机。这栋公寓也是，招牌上还写着招租呢，实际上已经在倒腾家电了。继续往前走是北约的牌楼，牌楼直接和三元里大街连通，可见呢，三元里大街是一条很古老而且很重要的路。一会儿到了南侧的路段，能找到一些证据。好，现在到三元里大街的南侧了，证据就在前面。三元里村李氏最高级别的宗祠，李氏大宗祠，
用来纪念氏族的太公。这个祠堂最早建于1551年，足以说明三元里大街在很久以前就是村子里面很重要的街道了。这个祠堂现在是老年活动中心，只对村里人开放。1920几年到2009年之间，李氏大宗祠还是三元里小学的教室，村里面有好几代小朋友都在这个祠堂里面上过学。祠堂对面是三元里实验幼儿园，这可能是村里面最漂亮、最宽敞的现代建筑，孩子们能全方位的晒到太阳，老人家每天看着小朋友蹦着，也能越来越年轻。李氏大宗祠旁边还有一个东陵理工祠，它在上世纪50年代被改建成了小学食堂，2009年又被村民给重修了，现在好像也是活动室。基本电脑、打印机、回收、旧冰箱、开店、洗衣机、热水器、旧的、坏的空调、回收、旧电。没事吧？没事吧？摔堂没？没事啊，好勇敢。这条街以前应该非常热闹，只有2步宽，但两边全都是餐厅、便利店，现在全都关门了。如果在这种小路忽然见到阳光明媚，那么附近可能有祠堂。雪溪祠仍然是李氏氏族的祠堂，它也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是生产队的办公室。三元里村的房屋高度大概在4到6层，如果再高一些，那么这种小路就完全黑暗。但是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看起来还是挺亮堂的。这还有晒衣服的，雨天会比较惨的，在户外晾衣服可能会发臭，但是你毫无办法。咱们再看看这边的小路，特别窄啊！如果在其他城农村，这种宽度的路可能都没办法走人，会直接给你封起来。这种门禁应该是这几年普及的，我之前在城中村里面住，还没见过这种东西。那你看这条路就是能走人的，两边还有公寓，人家设计很贴心，公寓的大门口向内缩进，腾出来空间，这样有人进出公寓就不会拥堵。三元里村的路太窄了，还真是有点九龙城寨的味道。正在看视频的观众，你有没有迷路呢？反正我是没有迷路，而且非常清楚这条路会通向哪儿。马上揭晓答案。怎么样，猜对了没？又回到三元里大街了。好，三元里大街咱们就探索完了。前面是南约牌楼，牌楼里面也有香火的痕迹，但是神仙们似乎已经搬走了。
继续再往前就是村子的牌坊。士康大街与三元里大街连成一个丁字，也连通了地铁站和三元里的腹地。这条路上的风景，可能是打工人最熟悉的三元里。几乎每一间店铺都在营业，如果不是对面墙上有横幅标语，那么很难想象这条街面临着拆迁。那村里面特有的消防车，很多人好奇说城中村的房子这么密，那万一着火了可咋整？村民也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有了这种微型消防车。除了特色消防，还有入乡随俗的生产队面馆。你看，重庆小面、酸辣粉，居然可以不麻不辣，叛变了啊！整体算下来，还是潮汕的餐厅多一些。这里又有一间幼儿园，很难想象，三元里村子里面幼儿园还是挺多的，大大小小加起来有3、4家。幼儿园就是分界点，转瞬之间，咱们又回到了昏暗的环境。既然三元里要拆了，那今天就吃顿饭再走。现在距离我选好的餐厅大概还有100米。嗨，你好。现在营业。哦，好。你坐哪里？啊，我坐这里就行了。吃西瓜吗？啊，不用，太客气了。来了，刚买的来的。打泡饭30多块，怎么样？比较接地气吧？就你店开了好久了哦。我看点评上4年哦，21年的时候开了。对啊，我们准备搬去对面。搬去对面？这里还在三元里里面吗？对面马路，中医学院旁边。哦，马路对面。对，这里要拆。这里也受影响。我以为波及不到了。就改范围里了。哦，就在里面啊。很多人已经开始往外搬了。我感受到了，之前来过三元里，这次感觉冷清一些。这家是4年老字号，看起来是夫妻店，而且亲戚们也会过来帮忙，非常有城中村的特色。新店的环境就更好，这里。啊，您是村里面人吗？还是村里的人？村里人啊，难怪，要不然感觉想不到租在这里。我本来想随便开啊，小打小闹。老板小打小闹开了这家店，一共就2张桌子，再接一点外卖的单，顺利运营了4年。如果不是在城中村啊，恐怕得更拼搏一些，才能大展宏图。这是您自己的房吗？不是。哦，好做吗？因为租金也是一部分成本嘛。在村里就好，这里租金不贵。这里不贵啊。对，我新店的话压力就大了。哦，那倒是。多万的要。您在三元里住了多久？住啊。啊。从小住到大了。那您等于就在这里长大了。对啊，32年。这里跟以前相比的话，环境应该有一些挺大区别吧，挺大变化。大。90几年应该跟现在相比，风格完全不一样。不一样，90几年这里还有蜘蛛侠。啊，明白。现在没有了，治安好。90几年是不是那时候治安不如现在？对，差不多没有那么多监控。哦。然后00几年才出那个10度一岗啊。00几年哦，2000年以后。对啊。很乱的这里。略有耳闻，以前听到过一些传说。对啊。飞车墙都很多了。
老板从小在三元里长大，见证过村子从90年代到现在的变化。临走的时候，我们又聊了一下。老板的新店开在飞鹅西路，如果有谁路过，可以去打个招呼。老板对酸辣味的菜式比较感兴趣，今天我点的打泡饭味道也不错。下次见了，拜拜。微信上到时候我就更新一下地址，就会找到。OK， 谢谢，拜拜。村里面有一个留言墙，上面有各种各样难以归纳的意见和看法，非常像《清明上河图》，我把它放在视频结尾，方便大家欣赏。有的留言被涂掉了，有的人在留言板上面做广告，有的人怀念这儿的生活，向三元里告别，有人表扬自己喜欢的餐厅，有人出生在三元里，如此生活29年。我觉得留言板上每一个看法单拎出来都是片面的，把所有人各种各样的看法给它合到一块儿，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才是城中村的全部。在视频的结尾，我讲一个小故事。据说三元里村曾经有一家小吃店，他们家的油条做得特别棒。做油条的人绰号炸鬼妹，她在油炸鬼里面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墨鱼骨粉，所以才特别好吃。这个做法现在已经失传了，或许未来某一天有能工巧匠能给它复原出来。